大家好，欢迎来到语文老师的频道。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开放式结局的电影时，那种震撼与不安。那时我还在读小学，跟同学一起去租 DVD 碟片，看的是诺兰拍的科幻《记忆碎片》。电影倒叙，主角靠拍立得和手上的刺青拼命记住世界，但故事的结尾，你不知道这些照片可靠吗？那些被反复翻阅的证据可靠吗？片尾没有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只留下满地的碎片。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不适，原来讲故事是可以不给结局的。我甚至愤怒地和同学抱怨过，这什么呀，话说一半不讲武德。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电影情节足够精彩，但缺少明确的结局，让人坐立难安。我迫不及待地去搜影评找解析，试图抓住一个确定的结局。当时的我还不明白，让我慌张的不是看不懂，而是一种没有标准答案的焦虑。也没有人来反问我，为什么每个故事都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呢？前一阵一次聚会聊天中，有人问分享者 OK， 那你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句话听起来挺平常的哈，生活中很常见，在对话或分享的结尾，听者会想要一个结论，收束出一个意义。很像读书时最让人讨厌的永远是那道开放式大题，大家都会抱怨它没有标准答案，要怎么写吗？模糊的、不确定的、未完成的思路都让人不安。今天我们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有趣的话题，为什么我们总需要标准答案呢？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又如何让我们变得拒绝思考、依赖确定性、拒绝模糊、害怕未知的呢？在中国的课堂上，学生从小接受的训练是寻找并背诵标准答案。这种对确定性的病态迷恋，首先就和语言教育密不可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浙江高考语文科目阅读理解的文章，叫《一种美味》。最后一段话是，坐在灶前添柴火煮猪食时，已经是最后一项了。第二把柴火，他就抓着了一个黏黏软软的东西，凑到灶前的火光里一看，是那条鱼。从锅里蹦到地面，他显然已经超越了极限。现在他早已死了，只是眼里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题目问，从锅里跳出来的鱼眼里发出的诡异的光是什么？大家纷纷去微博轰炸文章的作者龚高峰，询问诡异的光到底是什么呀？龚高峰说，对不起，我解释不了，标准答案没出来，我怎么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我哪知道结尾有什么意义？给人的感觉就是作者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怕打高考语文组出题人的脸，所以以开玩笑的方式在微博回复网友。很显然，语文高考阅读理解的是什么呢？理解的自然不是文章作者怎么想的。有一个学生分享，语文考试最后一题是语言文字运用，考了《红楼梦》文段，他看过5遍，成竹在胸。结果这道题让他分析这句话中标点符号的作用。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没用标点符号呀，这几个现代标点符号有什么意义？曹雪芹怕是也想不明白。文章的解释权不属于作者，也说得过去。因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作者之死，出自1968年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的论文。作品一旦写成，作者也就死了，他只能够与读者处于同一层级解读文本了。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文本恢复了自由，才有了无限的理解空间，读者才诞生。作者的意图是不必妨碍读者的解读的，因为你自己的解读才是从文本对话中获得意义的关键。但语文教育的阅读理解解释权也不属于读者，而属于高考命题组。文学的美妙在于可以被无限解释的空间，但考试把阅读压缩成有标准答案的知识点。方式就是把语文数学化，把文本切成修辞手法、表达方式、情感态度等模块，每个模块有不同的答题模板可以嵌套进去，形成不同的得分点。语文教育不是让你当文学读者的，而是要冷静拆解，猜出出题人的思路，再高度套公式。每一套题目对应一个唯一所指，就是那个得分点。月亮像什么？月亮像小船。你要说月亮像豆角，就是扰乱课堂秩序。答案的价值不在于能启发理解，不在于它能继续生成新的问题，而只在于它和教材的唯一所指对上号。学生学习的不是理解和生成，而是识别与再现。追求唯一答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现成结论，而非主动思考。结果就是面对问题时，他们更急于套用既有答案，而不是探究为什么，所以才会发生考生围攻作者的闹剧。学生上网追问作者标准答案是什么，这题怎么答不丢分。长大之后换个场景也一样，这个电影到底在讲什么？有解说吗？
下面让我们进入一段工商时间。你有没有在咖啡店、酒店、机场使用过免费 WiFi？ 超方便对吧？但其实超危险，你的账号、信用卡资讯甚至定位都可能被默默监看。所以我现在出门一定会开 Surfshark VPN， 它会帮你建立一条隐私隧道，把 IP 隐藏起来。不止更安全，它还能一键切换国家地区，海外限定的 App、影视、网站马上解锁，连线速度快，一点延迟都没有。一个账号还能多装置同时用，手机、电脑、平板全包，超划算。现在就点击资讯栏链接 surfshark.com/语文老师，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语文老师，就能额外获得4个月使用哦。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是小学生妙可欣之死。2020年6月4日，常州市小学5年级的妙可欣上完语文课走出教室，从4楼坠楼，结束了年仅10岁的生命。导火索是老师痛批了他的作文，指责他要传递正能量，他多次修改，仍无法让老师满意。这篇作文是3打白骨精读后感，被老师用红笔朱批，删得七零八落，体无完肤。妙可欣写道：“3打白骨精告诉我们，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如今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内心却阴暗，利用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孙悟空除恶务尽，本领高强，对师傅忠心耿耿，却常被冤枉。唐僧为人善良，缺乏统治者狡诈的一面，有时候就特别不明事理。”这篇作文不过300-400字，文本完整，主题明确，写得还很生动。作文不就是让学生具备文字表达能力，清晰陈述想法吗？10岁的小孩子读完3打白骨精，能想到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蒙骗，为什么老师就觉得不够正能量呢？妙可欣死后，老师在家长群里让其他家长通过点赞投票来说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错。家长们接连点赞，一个个赞就像匕首插在妙可欣身上。网友说这是小女孩的第2次死亡。更可怕的是，网络上开始出现妙可欣的作文是抄袭的声音。市委宣传部立刻用作文是抄袭，红色的修改符号是学生自己画的，老师没有体罚学生，匆匆结束了这一事件。受害者有罪论是妙可欣的第3次死亡。妙可欣案例虽然比较极端，但是能反映出来有很多学生在你要宣传正能量这样的教育下，丧失了自己的思考能力。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答对题目。长大进入社会，这套逻辑依然存在。有些人习惯提问：你想表达什么呢？你想告诉我什么？这样的提问不是好奇，也不是讨论，而是一种大脑的反抗和防御。他是在说，我只相信可以被总结和消化的确定，我只相信能归档的东西，我要你给我一个意义。因为太多的经验告诉他们，提问就是为了得到标准答案，而不是为了探索未知。没有结论的正在生成的思路是让人焦虑不安的。人们习惯把注意力放在答案上，结论是什么，谁说的，对不对，却很少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生成的。我们从小被教育去忽略过程，把模糊变清晰，追求一个可归档的终点。语文课让你背诵范仲淹被贬官，却表达政治抱负和理想。历史课让你记住哪一年哪个事件谁打了谁，但没有人在探究什么脉络、什么条件下它成为了一个问题。不去理解问题如何生成，却急着确认结论是什么，就是一种伪思考。因为思考不是复述事实，而是不断提问，不断问题化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就像一提4大发明，学生都会本能地想到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但是4大发明是以一种很强烈的归属口吻灌输给学生的。中国蔡伦最早造纸，只写标准答案，不问来龙去脉，更别提思考这个技术是怎么发展演化的，每个环节是谁贡献了什么，在哪个地方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西方讲造纸术会从最早的埃及说草纸讲起，到古代欧洲的羊皮纸、中亚的布皮纸，再到中国早期的丝织品，最后讲到蔡伦改进的现代纸张。当你忽略了问题本身是怎么生成的，只有一个答案，中国人蔡伦最早造纸，自然会觉得一切都很空洞。说完教育如何让你不得不追求确定性，我们再来看看家庭对确定性的依赖。许多父母望子成龙，把孩子的人生规划得明明白白，从幼儿园一直到名牌大学、高薪工作、门当户对的伴侣，在他们看来，这条路径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正确答案。父母强控制，孩子要做的就是服从家庭权威，遵循这个标准答案，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但是当孩子遇到迷茫和痛苦时，追求确定性的家庭特质让父母本能地选择回避问题，使得表面恢复正常。比如央视发布过一个数据，
中国6到16岁的在校学生中，精神障碍的患病率高达 17.5%， 这还只是确诊数据，被心理问题困住的学生还有更多。有趣的是，网络上怎么劝孩子赶紧回去上学的讨论越来越多，家长们更关注怎么让孩子乖乖回去上学，而不是为什么这么多孩子活得如此痛苦。研究孩子为什么陷入抑郁，背后有太多复杂而模糊的心理问题，需要父母放下成见，走进孩子的内心，倾听和反思。这对于习惯用简单答案解决问题的父母来说太艰难了，但怎么把孩子送回学校，看起来是有方法论的。就像大部分父母更关注分数是多少，奖项拿了没，考什么级别的大学，这种看得见的指标。至于孩子内心的困惑、情绪波动，这些不确定因素往往被轻描淡写的略过。中国父母的这种表现，就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高度崇尚确定性，他们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金科玉律，成绩和文凭是硬通货，哪怕时代不同了，父母还是以成绩和奖状来评判孩子，仿佛只有确定的指标才能代表教育的成功。在这种家庭氛围下长大的人，步入成年难免要走父母的老路，对不确定是焦虑和逃避的，因为从小到大偏离正确答案要扣分，偏离既定轨道要挨打。除了学校和家庭，中国的舆论环境同样在训练我们迷恋确定，拒绝模糊。最典型的就是预设结论式报道，先定性再讲述，最后统一情绪。比如前几天，新华社连续数日推出署名为中台文系列文章，包括台湾问题的由来和性质、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祖国必然统一势不可挡。这3篇文章在时间上紧密衔接，在措辞上高度一致，核心就是统一是历史定论与必然。这个议题被迅速定调到一个单一框架中，受众几乎不用也不需要在多元论述中来回比较，就能直接被喂进去一个明确的结论：台湾必归。此类确定性叙事也是国内历史教科书惯用的套路，把复杂多义、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议题压缩为唯一一个可被消费的答案，从最大限度降低受众的不安与分歧。如果你每天汲取的都是这种信息媒介，你获取信息的方式就会变成先找结论，而不是先看证据，更愿意看那些一句话讲明白某某某，而不能容忍反复论证，对开放式和多义式表达天然不耐受。能够过审的影视剧也习惯在结尾给观众一个交代，坏人伏法，好人圆满，大团圆结局，让观众带着明确的情绪离开，要么欢欣鼓舞，要么痛恨唾骂。很少有国产影视作品愿意给观众留下模棱两可的回味空间。一些开放式结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经常遇到两极化口碑，影评人赞赏有加，观众直呼看不懂，骗票钱。比如2018年上映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非常典型，它用长镜头营造了梦幻的氛围，但情节比较晦涩难懂，很多观众抱着看爱情片的心态进场，最后大失所望，看不懂的反馈甚至冲上了热搜。毕赣大量留白的作品，对于习惯了线性叙事和明确交代的观众而言，自然是不安的。大家走出电影院都掏出手机搜索解析，急于弄清楚它到底讲了什么。网上立刻出现了大把解析影片，手把手教观众看懂每一个细节。没有标准解读的电影就是故弄玄虚，需要读者自行拼图的文学就是装神弄鬼，只愿意看二手解说来获得确定感，而不是先咀嚼原作品，生成自己的意义，再看其他评论，丰富自己的视角。这样下去，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就形成了，确定性偏好也就被单一叙事训练出来。也许有人会问，确定性难道不好吗？追求一个明确的答案有错吗？当然，追求确定本身无可厚非。在科学研究和日常决策中，我们需要以事实和逻辑求得相对确定的结论。然而，世界上有相当多的问题本身就没有唯一答案，或者说需要我们在探索中不断修正答案。难以忍受不确定，就等于关上了通往新认知的大门。下面我们就聊聊痴迷确定性的危害都有什么。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种现象叫不确定性厌恶或模糊厌恶。简言之，就是当面对不确定的情景时，人会倾向感到不安甚至焦虑，下意识地回避这种模糊状态，转而寻求明确的线索或答案。相比有 50% 几率赢100元的赌局，大部分人更愿意直接拿走30元。许多人在面对模棱两可的问题时，要么选择逃避，比如干脆不去看烧脑电影，要么过度求助权威，比如拼命在他人那里寻求一个确定的说法。对于他们来说，不确定的状态本身比问题内容更令人难以忍受，
宁可要一个错误的答案，也受不了悬而未决，没有答案。未知等于风险，模糊意味着失控，确定能带来安全感。从哲学层面审视，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说到底是一种对自由选择的恐惧。社交平台上有一类帖子是买了多套衣服，让网友帮忙选择留下哪一套，看似征求意见，实则是不想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说，存在先于本质，人一出生并没有出场设置的意义，我们是自由的，要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对于从小缺少选择训练的人来说，一旦发现人生没有任何预设的标准答案，自由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无边的焦虑和担责的重压。所以萨特也直言，人类注定要受自由之苦。许多中国人之所以害怕模糊，其实正是害怕这种赤裸裸的自由。为了逃避选择的责任，那这种自由就让渡出去好了，让渡给权威，给传统，给所谓的大多数人的选择。只要这样做了，他们仿佛有了遵从标准的理由，即便失败也可以自我安慰，我只是按照别人说的去做而已。这种心理机制在哲学视角看就是逃避自由，逃避自我。可惜的是，许多中国人在教育、家庭和社会媒介中被教育成了不敢直面自我、害怕承担自由的人。更进一步讲，一个不习惯思考、不敢面对未知的群体，在社会层面就是盲目服从与极端化的。当大多数人都渴求一个权威来提供确定答案时，社会上就容易出现各种伪权威、假专家来填补这种需求。这种需求也会被极权主义利用，人们因为害怕天下大乱，害怕不确定，宁愿被独裁、强权统治，只求换得表面的确定和秩序。甚至这种需求还会促生阴谋论或极端思想的迷信，因为那些东西提供了简单清晰的全盘解释，让人在复杂纷纭的信息中好像找到了一个似乎无比确定的答案。然而，一切一刀切的答案往往是虚假和危险的，是引导煽动的。可悲的是，社会中独立思考的人太少，大家只会亦步亦趋地追随所谓的标准答案，整个社会对谎言和偏见的免疫力降得极低。总结一下，教育和文化中对于确定性的种种迷恋是有代价的，不是遵循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遵循了就没脑子思考了。如果你也在痴迷确定的状态，可以开始练习与不确定共处，比如尝试欣赏完整的电影，先琢磨其中深意，再查阅影评，丰富视角。面对选择时，先问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与主流看法相左，也不必羞愧。在教育方面，试图和孩子进行对话教育，家长、老师和孩子共同探讨问题，而不是权威单方面灌输知识。家长也要放下对确定性的执念，倾听孩子的真实困惑。人生最大的真相之一就是充满不确定，接受不确定，不害怕模糊，才能自由选择，才能真正的思考和提问，才能探索出更多的答案。好了，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害怕模糊就讲到这里啦。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留言告诉我们吧。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下期见，拜拜。